Hello，兄弟们，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新势力们是把车现在越做越大，越做越豪华，反而这些传统车企呢是把车现在越做越小，越追求性价比。因为确实受到了这个经济环境的影响啊，大家钱袋子现在都收紧了，主打的就是用最少的钱能买到最实惠的这个配置。这不，今天就在北京雁西湖带大家来看一下奇瑞风云 T9，也是前几天刚刚上市的一款新车。咱先看一眼风云 T9 的外观啊，可以看到奇瑞还是非常克制的，忍住了没用贯穿式日行灯。然后呢，它把日行灯和大灯集成在了一起。然后可以看到的是，它在这个日行灯上做出了2个小断点，这样在远处看上去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风云 T9 是一款插混的车型，所以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进气口留给发动机和空调进行散热。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真实的进气孔，然后上面做了一个这种一高一低、一高一低这种律动式的格栅，可以在远处很明显的来看到这样一个律动的效果。可以看到它车标现在也是有了一个全新的改进，现在变得更圆润了一些，更加的新能源和电动化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亮点啊，就是这里是有一个真实的通风口，我不知道这手可不可以在这儿看到，如果手放在后面的话，你在这儿可以直接看到。我不知道这个通风口它是给刹车散热的还是给什么散热的，这个不好说啊。反正这个通风口是真的。风云 T9 的车长啊达到了4793，然后车宽是1930，1930这个在同级车包括 BBA 这个系列都包括进去的话，它也是一个同级最宽的，所以它这个内部乘坐的感觉是非常的宽裕。这个一会儿咱们进去再说。然后它是一个妥妥的 B 级车的尺寸，但是它的轴距达到了2770，这又是一个跨级的存在了。可以看到它这个使用了隐藏式门把手，但是隐藏式门把手啊，最近可能会很多网友去说这个，比如说失控之后它会不会拉开啊？风云 T9 特地做了这样一项测试，就是用一台4.5吨的卡车横向撞击，把它撞到一个8米深的沟里，然后发现这个门把手还是依然可以弹开的啊，所以这个样的门把手既保证了这个风阻小，又保证了安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然后风云 T9 采用了20寸轮毂，包括这一个封闭式的中心锁，这个整体看上去视觉效果是非常的震撼。这样20寸一个轮毂在这样的尺寸的一个车上显得还是非常大。车尾呢还是没有忍住啊，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一些亮点的。可以看到两头比较大，然后中间是这种稍微薄一些的感觉。仔细看这个里面是一条一条的小方块式的这样的一种点阵式的刹车灯，所以它在点亮的时候辨识度还是有的。包括这个高位的刹车灯现在是一个白色的壳，所以它整个点亮起来的效果应该是非常不错。咱顺道再看一眼它的后备箱啊，我这台呢是一个5座版，但是其实我最想体验的是它7座版，就是如何在4793的车长里塞下3排7个座。据说啊，那个7座版是一个全车座椅都可以电调，并且有一键进入第3排的这个功能，还可以一键放倒2排，把整个后面变成一个2.1米的大床。那个真的是露营啊，还是什么的，随便在这儿休息都是 OK 的。但是我这台5座版呢是没有这个配备的，这个2排还是要靠手动的来调节。5座版没有第3排，但是带来的好处呢，就是它这个后备箱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说这个地台稍微有些高，里面也没有额外的储物格，但是它的进深是足够的。一家3口出行，这几个行李箱竖着放都是没有问题啊。好，咱们去车内看一眼。一进到风云 T9 的车内啊，突然让我想起来，我真的有好久没有试过纯黑色内饰的车了，因为现在车的内饰做的是五花八门，唯独没有黑色。那这个黑色现在看起来真的是确实非常沉稳，加这个运动。那咱看一下它内饰的亮点。首先，它的中控屏用了一个超窄边的屏幕，这个屏幕的边框据说只有6.4毫米啊，大概这么窄。然后它用的是8155的车机，但是这个优化的还是非常好啊，因为8155现在已经不算是最快的车机了，但是还是要看各家的优化啊。奇瑞做的是非常不错。前排的2张座椅呢都有座椅通风加热以及10点的按摩。10点的按摩就是咱们这儿给演示一下啊，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姿势，什么交叉、猫步、波浪啊，还有3档的力度可以调，这个确实是配置相当的高。
然后副驾啊是一张可以一键放倒，有一个实体按键可以一键放倒的女王座椅，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哎，这样当你的副驾坐着你的家人的时候，只需要一键，而且实体按键不需要在屏幕里操作，就可以躺平加上10点按摩，这个想一想都是非常惬意的。然后全车还有14音响的索尼扬声器，这个对于你的长途旅行啊，还是自己的上下班啊，听个音乐都是非常的享受的。好，我现在来到了风云 T9的后排啊，前面是我刚才下车的位置，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膝部空间，对于2770的轴距来说是非常的宽裕了。然后后排的这些配置呢，也都是到位的，出风口，一个 USB-C， 一个 Type-C 的充电线，然后这还有一个老板键，可以控制它的副驾座椅。上面这个可开启式的啊，2段可开启式的天窗也是非常的透亮。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价位的 B 级车来说，我觉得这个后排空间和配置就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挑的了啊，做的都很到位，而且座椅的承托性，它这个柔软的程度也是不错，然后坐垫非常的长，也可以把整个大腿都托起来。它的2排呢是一个，因为这是5座版的啊，它2排是一个手调的，看有2个档可以调，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吧。反正平时放在这个档就会很舒服。好了，那风云 T9 内饰就说这么多吧，咱们把它开起来，看看这台理工男造的车到底怎么样。来吧，理工男，看看你表现如何啊！奇瑞的底盘啊，其实是非常有底蕴的。我也是20多年前奇云的车主，再加上这么多年来呢，总能试到奇瑞这新车，所以说我对这个它的操控还是有一些话语权的。首先我发现啊，奇瑞即便是他们最主打家用的车型，它的底盘也是非常硬朗的。就比如这台 T9，至少在这个级别的 SUV 当中呢，它的支撑性还是非常到位的。减震它传递给我这个路况不会丢，但都是经过一层过滤掉的。所以我其实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太软的减震吧，就总像开船；这种硬一点的呢，还是能让我感觉到啊，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开着。动力也是 T9 的一个强项，这是一台插混车，发动机和电机加起来总功率有265千瓦，所以能把它的0百加速做到7开头。然后在起步的时候呢，又是一个纯电的状态，所以丝滑感这个安排的也是非常到位的。至于油耗和续航呢，官方给出的数据啊是5.2升每100公里，然后综合续航有1400公里以上。但是很多网友都实测出4升每100公里，而且综合续航里程能够干到1800公里以上，所以这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反向虚标了。好了，开了一下午，我发现风云 T9 真的是理工男造的一款车。它没有花里胡哨的这些设计，但是你只要把它开起来，它就会打动你。扎实的底盘，然后这些非常实用的配置，还有5座、7座这种布局可选，再加上内部空间也是非常的够用，所以让风云 T9 在13到17万这个 B 级 SUV 的市场里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再加上它综合起来高达34000块钱的这样的购车礼，所以这样一看的话，风云 T9 是不是就非常具有性价比了呢？好了，本期视频就说这么多吧，拜拜。